今天我們要聊的這本書是一個意大利人在400多年前寫的。他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學會了漢語，穿上了儒生的長袍，甚至給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利瑪竇。他寫的觀察筆記死後由他的同事編輯整理，形成了這部利瑪竇中國札記。今天我們從這本書裡歸納出10種中國文化的毒素，它們今天依然還散發着毒性。因为很多問題400年前的明朝中國有，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它更像是一份解讀中國文化的病歷，一份來自外部世界的診斷書。這本書在西方漢學界的地位極高，是最早最系統地向歐洲介紹中國社會的文獻之一。我們一起來逐步揭開這10大中國文化的毒素。第一個毒素，中國文化為什麼壓制個體？利瑪竇來到中國後，對一件事感到非常驚訝：中國人極度服從集體秩序。在歐洲傳統中，雖然也強調共同體，但基督教世界始終承認個人靈魂高於世俗權利，人首先屬於上帝，然後才屬於國家。所以歐洲後來才能發展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權觀念。而中國文化從來不是先承認個體再組織家庭、國家，它恰恰相反，它是先承認秩序，然後讓個體服從秩序。一個人首先不是我，而是某人的兒子、某個家族的一員、某種關係中的一個角色。也就是說，個體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個體必須先被放進關係網裡才算成立。這就會帶來一個嚴重的後果，個人的真實意志常常要讓位於關係需要。於是中國文化特別容易形成一種結構，為了整體可以犧牲個體，為了國家可以犧牲人民，為了穩定可以消滅自由。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特別容易出現大一統崇拜，一直到今天大陸的很多人還在叫囂對主權國家台灣發動戰爭。因為中國文化天然崇拜秩序，哪怕這個秩序極其壓抑。利瑪竇觀察到，中國普通百姓面對官員時非常卑微，這種卑微不只是政治壓迫造成的，更是一種文化訓練。中國人從小被教育，聽話是美德，服從是美德，忍耐是美德。於是很多中國人即使遭受不公也不敢反抗，因為他們害怕不合群。這一點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為什麼很多中國人寧願痛苦也不敢離開有毒環境？因為中國文化對脫離集體有一種深層恐懼。你不結婚，別人會覺得你有問題；你不生孩子，別人會覺得你自私；你不服從主流，別人會覺得你危險。整個社會像一台巨大的馴化機器，而真正的現代文明恰恰建立在個體人格獨立之上。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國人一旦到了自由社會會突然不適應，因為他們從來沒學會如何作為一個獨立的人活着。我講一個很典型的故事。一個年輕人明明不喜歡家裡安排的職業路線，但他不敢說，因為一旦他說出來，父母就會說我們都是為了你好，親戚就會說你太不懂事。最後年輕人自己也開始懷疑，難道是我錯了嗎？難道追求自己的生活真的這麼不對嗎？於是一個本來應該建立自我意識的階段，變成了不斷自我壓制的階段。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毒害之處。它不是簡單命令你服從，它是讓你在服從中漸漸覺得自己本來就該服從。更深層的原因是文化早就教會了他們，權威是不可挑戰的，強者是天然正確的，低位者就該忍，個體不該太突出。所以中國社會對出頭的人常常既羨慕又排斥。羨慕是因為他厲害，排斥是因為他太不像自己人。一個孩子在學校裡如果太有主見，老師會覺得他不聽話，同學會覺得他難相處，家長會覺得他不省心。久而久之，中國人學會的不是怎麼成為自己，而是怎麼不惹事。這就形成了一種非常強的社會性後果。很多人長大以後已經不會判斷我想要什麼，他們只會判斷這樣做會不會被允許。而現代文明最重要的恰恰不是被允許，而是自我決定。所以壓制個體，最後壓掉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的獨立性、創造力和生命力。
第二個毒素，奴性的底層邏輯，恐懼統治與人格尊嚴的喪失。如果說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表皮，那麼法家手段就是它的骨架。利瑪竇的札記無情地揭露了大明帝國繁華表面下的底色——恐懼。一、暴力與刑罰的日常化。利瑪竇寫道，在中國，無論是高官顯貴還是升斗小民，隨時隨地都面臨着肉體上的侮辱和折磨。一個一品大員可能因為皇帝的一時不爽，就被當庭剥光衣服，用板子打得皮開肉綻，這就是廷杖。一個普通的縣令可以任意唐訓，對百姓動用酷刑，夾棍、鞭笞、掌嘴，就如同家常便飯。這種將肉體懲罰和人格侮辱日常化的統治，其核心目的就是消滅尊嚴。當一個人隨時可能像牲畜一樣被抽打、被羞辱時，他是不可能產生人權意識和榮譽感的。利瑪竇在廣東肇慶時，曾多次受邀去旁聽地方官員審理案件。有一幕場景徹底震碎了他的西方價值觀。一個原告和一個被告來到大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陳述案情，而是像毫無尊嚴的動物一樣，撲通一聲整齊地跪倒在地上，把頭死死地貼在地面上，連頭都不敢抬一下。審判過程中，縣令根本不看雙方提交的證據，只要聽到哪一句話不合心意，便會從桌上扔下一根竹籤。堂下的衙役立刻心領神會，揪起那個人的衣服，按在地上就是一頓亂棍。利瑪竇看到那人的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而在場的所有圍觀百姓，甚至連被打者本人，都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利瑪竇寫道，在這裡，法律不是為了彰顯正義，而是為了展示恐懼。當一個人從出生開始，骨子裡就刻下了隨時會被長官抽打的恐懼時，他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能想到的最高生存智慧，就是成為一個比別人更順從的奴隸。二、奴性的自我馴化。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必然導致奴性的產生。利瑪竇發現，中國人的順從不是因為敬畏律法，而是因為害怕暴力。這種恐懼導致了一種普遍的奴化心理，表現為對權力的絕對獻媚。他在書中寫到了中國官場的跪拜禮，那種卑躬屈膝的程度讓西方人感到震驚和不適。更可怕的是，這種奴性已經完成了自我馴化。人們不僅不反抗這種不公，反而把善於忍耐、逆來順受等特點當成了一種崇高的美德，甚至於對敢於抗爭的人還會去告密，就像今天的小粉紅喜歡舉報一樣。中國文化用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毒雞湯，把對苦難和屈辱的忍受轉化成了未來去奴役別人的動力，這就形成了一個可怕的禍害循環。受害者在等待成為加害者的機會，而從來沒有想過要掀翻這個制造奴隸的機器。第三個毒素，道德的兩面人，熟人社會的偽善與禮儀的枷鎖。利瑪竇在中國社會生存的殺手鐧，是他的記憶術和對儒家經典的熟練背誦，這讓他贏得了西儒的美譽。然而，恰恰是這種深入骨髓的社會基因，讓他看穿了中國文化最核心的遮羞布：道德與禮儀。一、禮儀作為一種統治技術的表演。利瑪竇在札記中用了極大的篇幅去描寫中國人繁文縟節的社交禮儀，見面時要磕頭幾次，坐位子要推讓幾個回合，寫信的稱呼要貶低自己到什麼程度等等。而最可怕的是，這些一直到2026年的今天，在中國的山東等某些省份，依然是一點改變都沒有。主陪、副陪，魚頭對着誰？這些在西方人看來，也許可能是禮儀之邦的體現，但利瑪竇很快敏銳地意識到，這些禮儀根本不是為了表達真誠的愛與尊重，而是一種冷酷的階級劃分工具和防禦機制。中國式的禮本質上是一種行為合規性的表演，它要求每個人在不同的社會關係裡去扮演固定的角色，做兒子的要演孝順，做臣子的要演忠誠和奴性。一旦這種表演成為了社會生存的唯一標準，真情實感就被徹底壓抑了。利瑪竇在南昌和南京客居時，每天都要應付大量的士大夫宴請。他生動地記錄了一場典型的中國式宴會：2個人在門口相遇，
光是推讓誰先過那道門檻，就能推哥倆好似的推上半個小時。大家入座時，為了誰坐上席誰坐下席，又要上演一出不，我何德何能，您請的拉锯战。最讓利玛窦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主人會當着客人的面把每一个僕人罵得狗血淋頭，以展示自己的威嚴，而客人則必須一邊看着這幕鬧劇，一邊用極其誇張甚至肉麻的詞彙來讚美主人的菜肴和人品。這場面是不是聽着極度耳熟？400年前的酒桌文化和今天幾乎無縫銜接。熟人社會的道德雙標，利瑪竇發現中國人的道德是有邊界的，它只在血緣和熟人圈子裡生效，在家族內部長幼有序，溫情脈脈。一旦跨出家族和熟人圈子，面對陌生人社會，那種冷酷、欺騙、互不信任便會集中爆發。他在這本書中痛心地記錄了當時社會上普遍的欺詐行為，尤其是在商業和官場上。高級官員可以在朝堂上滿口仁義道德，痛哭流涕地標榜自己憂國憂民，一轉身就能把賑災的款項貪污得一文不剩。中國的道德是相對的，看人下菜碟的，其結果就是人人都戴着厚重的面具生活，社會充滿了結構性的偽善。第4個毒素，中國的面子文化，人人都在演戲。利瑪竇對中國官場還有一個極其深刻的觀察，整個社會高度戲劇化，人人都在表演。中國人最在意的不是真實，而是體面，不是你是什麼，而是別人怎麼看你。這就是中國文化中最經典的面子文化。比如一個父親長期被教育，父親就應該有父親的權威，於是他不是在和孩子溝通，而是在維護父親這個角色。孩子一頂嘴，他不是覺得我和孩子的關係出了問題，而是覺得我的權威受損了，於是真實關係被角色關係吞掉了。再比如一個中國學生，在學校裡從不敢說出真正的想法，不是因為他沒有想法，而是因為他太早學會了真實表達是危險的，表達太真容易惹麻煩。於是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先看別人臉色，再決定自己該不該開口。久而久之，中國人最熟練的一項能力不是表達自己，而是讀取空氣。氣氛一緊，立刻站隊；領導眉頭一皺，立刻調整說法。在利瑪竇中國札記裡，他多次提到中國官員的排場極其誇張，出行時前呼後擁，儀仗森嚴，等級繁複，甚至連說話方式都充滿儀式感。他觀察到士大夫間交往看重面子，而非實質正義或效率。為什麼？因為中國文化高度依賴身份表演，官員必須表現得像官員，士人必須表現得像士人，兒子必須表現得像孝子。整個社會像一個巨大的舞台，人人都戴着面具。於是中國人從小最擅長的能力之一就是察言觀色。因為在一個不能直接表達真實的社會裡，人必須學會猜領導什麼暗示，老闆什麼意思，父母什麼心思。久而久之，中國人越來越不會直接表達真實想法，於是形成一種非常扭曲的人格結構，表面順從，內心壓抑；表面客氣，內心怨恨。說白了，很多中國文化裡的禮貌本質上不是尊重人，而是維持場面，這就是面子文化。我講一個特別容易理解的場景，你去一個中國家庭吃飯，親戚們圍坐一桌，表面上每個人都客客氣氣，誰也不直接說難聽的話，誰也不直接承認矛盾。可如果你待得久一點，你會發現桌子底下暗流湧動，有人嫌你混得不好，但嘴上說年輕人慢慢來；有人對你有意見，但表面上說都是一家人；有人希望你按照他的意思走，但不會直接說出來，只會通過冷臉、嘆氣、暗示、比較、道德綁架等等的方式來施壓。為什麼中國人活得累？因為長期生活在人格分裂裡。很多中國家庭尤其明顯，一家人彼此不說真話，孩子不敢表達真實想法，父母靠情緒操控維持權威，整個家庭像宮廷，而不是現代文明中的平等個體關係。這種面子文化的毒性在於，
壓抑真情實感，制造虛偽，個人被淹沒在集體禮教中，缺乏內在的道德自律，轉而依賴外在表演。這就是一個長期活在面子結構中的民族會形成的心理後果。人人都在裝，人人都怕露出真實自己。所以中國社會裡常常出現一種很荒謬的現象，表面上特別講和氣，實際上特別不信任；表面上特別講團結，實際上內部高度分裂。因為和是面子，和在很多時候不是建立在真實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壓抑的基礎上。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中國人活得很累，因為心裡一直有两套系統，一套給外人看，一套給自己看，長期下來人就分裂了。這套面子文化看似温文爾雅，實則內耗嚴重。它讓中國人擅長內鬥和表演，卻不善合作與創新。直到今天，人情社會、面子工程、形式主義仍是顽疾。解讀的方式在於需要發展個體主義、規則意識和真誠文化，讓道德內化，而非外在標榜和裝飾。利瑪竇還發現，中國人極難承認錯誤。他在傳教過程中多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有中國學者在學術討論中明顯被他指出了錯誤，但這個人寧可用更多的錯誤來論證，來掩蓋第一個錯誤，也絕不肯當眾認錯，因為認錯就是丟面子。面子文化的本質就是把他人对我的評價當作行動的最高準則，而不是把事實與是非當作準則。這種文化造成的後果，利瑪竇時代有，今天依然有。醫院出了醫療事故，第一反應不是道歉和賠償，而是捂蓋子。企業出了產品問題，第一反應不是召回，而是公關和刪帖。這種心理延伸到政治領域，後果就更嚴重了。一個朝廷官員，如果他推行的政策明顯失敗，他不會承認政策失誤，而會想方設法證明政策本身是正確的。失敗是因為執行出了問題，或者是因為有人搗亂，一切都是境外勢力在暗中搗鬼，就是不能說我錯了。一個把面子看得比真相更重要的文化，永遠無法建立真正的信任體系，因為所有的溝通都可能是表演，所有的關係都可能是算計。第五個毒素，知識封閉，自以為是宇宙的中心。利瑪竇帶來了一張世界地圖，這張地圖展示了整個地球的輪廓，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中國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區域，而且不是最大的那個。這張地圖在中國引發了強烈反應。一開始，很多人根本不信，怎麼可能？中國明明是天下的中心，怎麼會只是地圖上這麼小的一塊？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衝突，利瑪竇做了一個妥協，他修改了地圖的排版，把中國放在了地圖中央的位置。這個版本才得以廣泛流傳，一直到今天，這個中國版世界地圖依然還在使用。但更深的問題不是地圖位置，而是中國知識界對外部世界的根本態度。我們不需要向外部學習，因為外部沒有什麼值得中國學的東西。利瑪竇帶來了大量歐洲的科學知識，幾何學、天文學、機械學等等。他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天文學在某些方面已經遠遠落後於歐洲，但朝廷裡負責觀測天象的欽天監依然在用一套幾百年前的方法計算曆法，而且算得越來越不準。當利瑪竇和他的同事用歐洲方法計算出更精準的曆法時，朝廷內部產生了巨大的阻力，因為這是外夷的方法，採用外夷的方法是一種失體面的事情。就像我以前讀到過一句話，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我第一次看到這句話時，以為是誰在編造的段子，但後來發現他們曾經很嚴肅認真地去執行過這個政策，我就笑不出來了。這種自大不是簡單的驕傲，而是建立在系統性無知之上。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國家就是天下，是中央之國，四方皆蠻夷。利瑪竇發現，明朝士大夫對外部世界的地理知識幾乎為零，他們把歐洲人也當成番夷，對世界地圖的反應先是震驚、懷疑，然後憤怒，因為這打破了他們中國居中最大的宇宙觀。這種文化自大制造了雙重災難，對外它阻礙了技術、
制度、思想的輸入，讓中國在全球大航海時代迅速落後。对內，他培養了一種精神鴉片，只要宣稱我們有上下5000年的古老文明，就能掩蓋現實的腐朽與失敗。中國傳統文化裡有一種很根深蒂固的認識論封閉，這種封閉來自一個前提：聖人已經把所有的真理都說完了。孔子說的、孟子說的、朱熹解釋的，這些已經是終極真理。後人的任務不是發現新知識，而是更好地理解聖人的話。這種認識論在文化上表現為對創新的天然警惕。一個儒生提出一個全新的聖人從未說過的觀點，首先要面對的質疑是，這個觀點合不合經義？也就是說，你這個說法古人有沒有講過？如果沒有，那麼這個想法就缺乏合法性。利瑪竇聰明地利用了這一點，他把基督教的上帝跟中國古代文獻裡的上天、天主概念相对應，證明儒家經典裡本來就有類似的觀念，這樣他的傳教工作才得以推进。換言之，他必須用古人早就說過這個論證框架，才能被接受。這種知識封閉直接導致了明清2代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停滯。當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經歷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的科學革命，知識體系被徹底重塑。當歐洲的船只憑借新的航海技術駛向全球，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而中國的知識精英還在討論《論語》中的某句話應該怎麼斷句。一個以復古為進步、以守舊為美德的文化，注定會在創新面前節節敗退。今天的中國，科技創新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文化的深處，聽話依然比質疑更被推崇，穩定依然比探索更受鼓勵。一個孩子在課堂上反駁老師，在很多地方依然會被視為不懂規矩，而不是有獨立思考。知識封閉的外殼換了一副面孔，但它的基因一直到今天都還活躍在集體潛意識中。利瑪竇還發現，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基本態度不是平等交流，而是一套嚴格的等級秩序。天下只有一個中心，就是皇帝，所有的其他國家都是藩屬或夷人，來朝贡的才是正常的。想要來平等交流，不存在這個選項。朝貢制度是這種天下觀的制度體現。外國使臣來華，必須行叩拜禮，必須自稱是來朝貢的，必須接受中國皇帝的賞賜。這套儀式的背後是一套固定的世界觀。中國不和任何人平等交流，只接受臣服。他在書中記錄，中國士大夫階層對外部世界幾乎沒有真正的好奇心，他們願意欣賞利瑪竇帶來的鐘錶和地圖，覺得新奇有趣，但這種欣賞是居高臨下的，就像一個大人欣賞孩子的玩具，不是真的覺得孩子有什麼值得尊重的知識，而只是覺得這玩意兒還挺有意思的。天朝心態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自戀，它的核心逻輯是，我們是最優越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低等的。我们接受朝拜，但不需要平等对話。最近這幾年流行的西方唯史論，永樂大典裡什麼都有，就是這套文化基因的外顯。不過，有時候看到他們的觀點角度之刁鑽，也是提供了強烈的幽默感。這種心態在歷史上曾經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穩定，因為當你真的是東亞世界裡最強大的力量時，這種自信是有物質基礎的。但它的危險在於，它是一種封閉性的自信，而不是開放性的自信。而開放性的自信是，我有很多值得骄傲的東西，同時我也承認別人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我們可以平等交流，共同成長。封閉性的自信是，我是最好的，你們都低於我，你們提出批評，那是你们不懂，我不需要任何改变。這種心態直接導致了明清2代中國錯過了與世界接軌的關鍵窗口期。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來華，希望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開放貿易。乾隆皇帝的回復是傲慢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及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我們不需要你，你也不用來了。50年後，鴉片戰爭爆發，天朝的城牆在西方的炮艦面前轟然倒塌。
這不是偶然的。一個拒絕平等交流、拒絕承認外部世界有任何值得學習之處的文化，它的衰落是遲早的事。天朝心態的代價，最終以最慘烈的方式，由幾代中國人用血和淚償還了。今天，天朝心態以一種新的形式繼續存在，它不再是皇帝是天下共主的政治宣言，而是滲透在日常文化裡的种种表達。外國的月亮並不比中國的圓，這本來是對崇洋媚外的批評，但常常被用來回避對自身問題的審視。你批評中國是因為你不愛國，這就把批評等同於背叛，把問題等同於敵意。拒絕批判性反思，用歷史輝煌麻醉當下問題，這不是自信，而是自欺。利瑪竇觀察到，一旦真相大白，比如西方船堅炮利的到來，這種自大就會迅速轉為自卑和極端反應，而非理性學習。一個健康的文明可以接受批評，可以承認問題，可以在保持自我認同的同時向外部學習和借鑑。一個不健康的文化系統會把自我批評視為威脅，把外部批評視為攻擊，把改變視為失敗。必須打破中國中心的幻覺，擁抱全球視野和謙遜求真。第6個毒素，科舉制度下的學術異化與精神閹割。利瑪竇剛到中國時，最讓他震驚的事情之一是中國人對官員這個群體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他在書中寫道，中國官員的出行前呼後擁，鑼鼓開道，普通百姓必須回避，不得直視。官員的轎子所到之處，街道要清場，商販要退散。他把這種排場和歐洲貴族的出行做了比較，認為中國官員的威儀甚至遠遠超過歐洲的王公貴族。但讓他更困惑的是，這些官員的權力來自哪裡？答案是科舉考試。利瑪竇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描述科舉制度，他對這個制度有一定的欣賞。畢竟，在歐洲，貴族的地位來自血統，而在中國，理論上任何平民都可以通過讀書考試進入統治階層。這對一個歐洲人來說是相當新奇的。但他也看到了這個制度的陰暗面，整個中國的精英群體只做一件事：背書、考試、做官。科舉考試在制度設計上，把社會最優秀的大腦全部導向了一個單一目標：進入官僚體系。利瑪竇是個數學家、天文學家，他帶來了望遠鏡、地球儀、三棱鏡、機械鐘錶。當他把這些東西展示給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時，這些飽讀詩書的精英們對這些東西的反應是好奇，但不感興趣。利瑪竇發現，中國士大夫最大的特點就是引經據典，不是討論事實，不是實驗，不是推理，而是誰更會背誦聖人說過的話。一個考中了進士的官員，會對數學感興趣嗎？會對天文測算感興趣嗎？會對機械原理感興趣嗎？這些知識又不在科舉考試的範圍內。在當時的文化氛圍裡，這些東西被稱為奇技淫巧，是下等人才研究的玩意兒。真正的精英讀的是四书五經，寫的是八股文章，追求的是學而優則仕。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中國有全世界最系統的人才選拔制度，卻把這套制度的出口堵在了一個極其狹窄的管道裡。只有當官才是成功，只有做官才算出路。他描述到，儒生們把畢生精力投入到這些無用之學上，精通古典注釋，卻對實際政務、軍事、科學一竅不通。許多高官甚至不會算賬，不懂地理。結果是，整個精英階層被訓練成文字奴隸和道德表演家。這種制度的毒性在於異化，他把聰明才智浪費在毫無意義的文字遊戲上，扼殺創新和批判思維。世人學會的是揣摩聖意，迎合上風，而不是獨立思考。利瑪竇注意到，官員腐敗普遍，因為做官是投資回報，花錢讀書、中舉、當官、貪污，這是一套完整的投資流程。權力缺乏有效制衡，科舉又制造了龐大的候補官僚群體，加劇內耗。更隱形的毒性在於，科舉強化了權威崇拜和文本迷信，經典被神聖化，任何偏離經典著作都被視為異端。
這與西方文藝復興後強調觀察、實驗、理性的科學方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利瑪竇在書中提到，中國的商人儘管有時富甲一方，但社會地位卻極為低下。一個暴富的商人首先想到的事情是送兒子去讀書，將來考取功名，因為只有這樣才算真正出人頭地。利瑪竇自己用科學贏得尊重，卻感慨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被制度束縛。直到現代，中國教育仍殘留痕跡，應試至上，死記硬背，缺乏批判性思維。這種文化邏輯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國家長最津津樂道的成功故事是什麼？考上了好大學，進了政府機關，或者進了央企國企，端上了鐵飯碗，穩定體面。尤其是最近這些年的公務員报考熱，和明朝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創業那叫不穩定，搞藝術那叫沒出息，做學術能掙到錢嗎？整個社會的價值坐標被從科舉考試到官僚體系的邏輯所綁架，這不是進步，這是文明的窄化。必須徹底改革教育，回歸求真務實，培養能獨立思考、解決實際問題的個體，而非考試機器和官場工具人。第7個毒素，中國文化最核心的問題：權力高於真理。利瑪竇發現，整個中國社會都圍繞做官運轉，財富不如權力，知識不如權力，商業不如權力。在歐洲傳統中，學術雖然也會受權力影響，但至少存在一個超越權力的東西——真理本身。可在明朝中國，知識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為了進入官場。哪怕一個商人再有錢，社會地位依然低於官員，因為中國文化真正崇拜的從來不是創造財富的人，而是掌握權力的人。於是，這個文化系統會出現嚴重後果：最優秀的人不去創造社會價值，而去爭奪權力位置。在中國文化裡，官員不只是一個職位，官是一種最高等級的社會身份，它不僅意味着權力，還意味着體面、資源、話語權等等。所以，中國文化裡最深的成功學，從來都不是你創造了什麼，而是你做到了什麼位置。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怕的內卷，幾千萬人拼科舉，因為中國文化默認，離權力越近越安全。於是，整個社會的資源、尊嚴、機會都向權力集中，而不是向市場、創造、創新流動。為什麼中國互聯網創業後來越來越難？因為很多行業最後都會出現一種現象：企業開始拼關係、拼牌照、拼背景，而不是拼產品。因為官本位文化太強了。利瑪竇其實已經看出，中國士大夫並不真正關心知識，他們關心的是知識能否轉化為權力。讀聖賢書不是為了成為更好的人，而是為了獲取社會地位。於是就會出現一種奇怪現象：滿嘴仁義道德的人往往最冷酷，因為道德已經蛻變成政治表演。他很快發現，在這個社會裡，事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說了算。這其實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根本病灶，不是人們不懂道理，而是人們首先要看道理是誰說的。如果是皇帝說的，那就是天經地義；如果是官员說的，那就應該服從；如果是古人說的，那就更不必討論了。你看，這裡最可怕的地方是什麼？不是有人有權，而是權力本身變成了真理的源頭。你可以把這看成一種文明性条件反射，看到權威先低頭，看到標準答案先背誦，看到新思想先判斷危險不危險。這種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不斷複製，一代人教下一代人。少問為什麼，多聽上面的；少看事實，多看身份。於是，一個社會會越來越会服從，越来越不會懷疑。而不會懷疑的社會，最後一定會失去創造力。利瑪竇如果生活在今天，大概依然會震驚，因為他會發現，雖然時代變了，但中國社會對位置的崇拜仍然沒有真正消失。考公熱、編制熱、資源熱，本質上都是同一條邏輯鏈條的現代版本。而一個社會，如果所有最優秀的人都在競爭官位，那這個社會的創造能力遲早會被自己耗乾。這種制度把整個國家變成皇帝的大家庭，
強調忠孝而非法治，權力缺乏制衡，導致周期性腐敗和崩潰，士大夫被訓練成服從工具，民眾被馴化成順民。利瑪竇對比西方，感慨中國政治智慧有余，但實踐中充滿虛偽和低效。中國皇帝不僅僅是統治者，還往往被賦予天命。國家不只是政治共同體，還常常被看作道德共同體。權力不只是現實安排，還被包裝成宇宙秩序的一部分。結果就很可怕，服從權力會被說成服從天道，接受現實會被說成是識大體，忍受壓迫會被說成是有修養，不反抗會被說成是成熟。於是中國文化會不斷滑向一種熟悉的循環，權力集中，權力膨脹，權力失控，然後再周期性崩溃。崩溃之後再重建一個更像原來的那個體系。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常常給人一種強烈的輪迴感。正如黑格爾所說的，中國歷史在本質上是沒有歷史的，只是朝代更迭而已。中国文化的底層結構一直沒有根本改變。利瑪竇最遺憾的地方也許就在這裡，它帶來的不只是宗教，它其實帶來了一種文明可能性，讓人知道權力不是最後的答案，真理不是由强者定義的，人不是工具，靈魂不是附屬品。很遺憾的是，利瑪竇這次給中國重裝更優秀文化系統的嘗試沒有成功。如果成功了，中國會大不一樣。可中國士大夫大體上沒有真正理解和接受這一點，因為一旦接受，許多傳統秩序就要動搖。而一個習慣了秩序的文化，往往寧願保留舊的安全感，也不願面對新的真理。一直到今天，權力過度集中，人治思維、官僚主義仍是中國發展的重大障礙。必須推進法治、權力制衡和公民社會，讓制度服務於人，而非相反。第8個毒素，理性的太監，被實用主義閹割的科學與真理。利瑪竇作為一個接受了歐洲文藝復興晚期完整科學訓練的耶穌會士，帶着浑天儀、星盤和幾何原本踏上了這片土地時，他遭遇了文化上的第一聲悶雷。他發現這個號稱文明古國的精英階層展現出了一種極其詭異的智力狀態，他們極其聰明，卻對宇宙萬物的客觀規律毫無興趣。知識的盆景化。在這本書中，利瑪竇詳細記錄了他與明朝翰林院钦天監官員的交往。他震驚地發現，中國的曆法錯誤百出，連日食和月食的推算都常常失準。但掌管天文的官員們卻不在乎為什麼，只在乎怎麼應付皇上。中國文化裡的科學從來不是為了探尋真理，而是為了有用。天文變成了皇家壟斷的占星術，用來證明政權的合法性；數學變成了賬房先生的算籌，用來計算賦稅；物理和化學被降格為手工業者的秘方，甚至淪為煉丹術和風水學。這種實用主義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理性的盆景化。士大夫們把所有的智力都用來雕琢诗詞歌賦、八股文章，把文字遊戲玩到了極致，卻對自然科學投以鄙夷的目光。利瑪竇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人在邏輯學和形而上學上幾乎是交了白卷，他們缺乏嚴密的演繹推理能力，所有的結論都是建立在經驗和類比之上。真理的肉身化。當真理不需要邏輯證明，而只需要聖人指引時，真理就死了。中国文化習慣於把真理綁定在具體的人身上，孔子怎麼說，朱熹怎麼注，皇帝怎麼批注。一直到現代，還有人去吹捧毛澤東的書法，去信奉什麼四大名著等等，着實可笑。利瑪竇還發現，中國學者在爭論一個問題時，從來不看實驗數據，也不看邏輯推導，而是看誰引述的古人地位更高。這種對權威的絕對崇拜，實際上是一種智力上的懶惰和精神上的自我閹割。它導致了長達2000年的思想原地踏步。當伽利略用望遠鏡對準星空，笛卡爾在懷疑一切的時候，大明的精英們卻在為格物致知中的物到底是一根竹子還是心中的意念吵得不可開交。第9個毒素，早熟的巨嬰，
內向型超穩定結構下的文明作繭自負。在西方啟蒙運動時期，許多思想家如伏爾泰曾根據傳教士的報告，將中國想象成一個由哲學家皇帝治理的理性烏托邦。但利瑪窦作為當事人，他的觀察要深刻得多。他看到了這個文明的早熟，還有早熟帶來的毀滅性代價。一、制度的超穩定與死寂。利瑪窦驚訝地發現，大明帝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最精密的官僚機器，科舉制度讓全國的聰明人都通過同一套考試，讀同一批書進入體制。這種設計在政治技術上是無與倫比的。他成功地消滅了獨立的貴族階層，把所有權力集中到了皇帝一人手中。但這也是一種文明的作繭自負。利瑪窦指出，中國沒有外向擴張的野心。他提到明朝擁有龐大的軍隊，卻只用來防守和內耗，甚至連航海技術都在郑和之後被主動禁絕。這個中國文化像一個巨大的內循環系統，所有的能量都消耗在內部的利益分配、權力鬥爭和維穩上。利瑪窦曾經給明神宗萬历皇帝進獻了一台精巧的西洋自鳴鐘，萬歷皇帝稀罕得不得了，天天盯着看。但有一次鐘擺壞了，整個紫禁城裡所有的工匠學者沒有一個人能修好。為什麼？因為大明的工匠只會按照祖上傳下來的死規矩打鐵做木工，他們沒有一個人懂齒輪比，懂彈簧力學，懂重力加速度。更好笑的是，那些饱读詩書的大臣們看到這個情況，第一反應不是去研究這台機器的原理，而是聯名上書建議皇帝把這台鐘砸了或者退回去。他們的理由是，此乃奇技淫巧，會壞了國家的風氣和祖宗的法度。二、集體人格的巨嬰化。利瑪窦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缺乏一種西方人常見的冒險精神和個人英雄主義，每個人都在尋找一個可以依附的大樹，在家裡依附父親，在官場依附老師或靠山，在全國依附皇帝。這種父權君權同構的文化，把所有人都圈養成了精神上的巨嬰。巨嬰的特點是在強權面前極度溫順、逆來順受，而在握有微小權力時，又會極度殘暴地去壓迫更弱者。利瑪竇記錄了太監如何殘害官員，官員如何鞭笞百姓，百姓又如何溺殺女嬰。這種暴力的代際傳遞和階層傳遞，正是因為個體的精神從來沒有真正成年，從未獲得過真正的獨立與自由。第10個毒素，文化的黑洞，缺乏超越性維度的精神荒原。作為一名神职人員，利瑪窦對中國文化最致命的診斷落在精神信仰的層面。他發現這是一個極其繁華，在物質文明上高度發達的社會，但在精神世界裡卻是一片極其貧瘠的荒原。一、實用主義宗教觀。利瑪竇研究了中國的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人沒有真正的純粹的宗教信仰，他們只有功利性的巫術崇拜。中國人進廟拜神，目的極其明確且短視，求財、求子、求升官、求無病無災。如果拜了這個神不靈驗，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換一個神去拜，甚至會砸碎神像。這種把神明當成地下辦事處主人的勾兌心理，表明在中國文化中缺乏對超越性精神價值的敬畏。神不是用來懺悔罪惡、淨化靈魂的，而是用來賄賂和利用的。利瑪竇曾經為了研究中國人的信仰，特意去逛了南京的城隍廟。他看到無数的男女老少跪在神像前，手裡拿着香火和貢品，只是用來賄賂神靈。利瑪竇在札記裡極為辛辣地諷刺道，中國人不是在拜神，他們是在給神做生意。這根本不是宗教，這是一种精神上的行贿受贿。他們對神没有愛，沒有敬畏，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如果一個神不能給他們帶來现世的好處，那麼這個神在他們眼裡就一文不值。二、現實主義的悲哀。由於缺乏一個超越現實的關於彼岸世界的宏大想象，中國文化的終極落腳點就只能是现實的肉身。活着成了最高的正義，傳宗接代成了唯一的永生方式。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文化
對肉體繁衍和物質的享受有着近乎偏執的狂熱。這些表現在多子多福和無限繁雜的飲食文化中，而对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对抽象正義的堅持、对真理的殉道精神卻極度匱乏。當一個文化把活着當成唯一目的時，它就失去了為了某種原則去抗爭的勇氣，如自由、真理、正義和尊嚴等等。利瑪竇看到，儒家所說的天已經被世俗的皇權徹底解構和冒用，天理變成了軍威，精神世界失去了獨立於世俗權力的最高裁判所。當一個文化沒有了超越世俗之上的精神維度，它就不可避免地在物質和权力的泥潭裡腐爛，变成一個巨大的精神黑洞。也是因為中国文化缺少超越权力的精神信仰，導致中國很容易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專制。中國文化很容易把權力神聖化，皇帝是真龍天子，朝廷代表天命，服从國家變成一種道德義務。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沒有一個高於國家的價值存在，那麼誰來限制國家？如果沒有一個高於權力的真理，那麼誰來限制權力？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為什麼專制總會周期性回歸，因為整個文化缺少限制權力的思想基礎。利瑪竇來自基督教文明，在他的世界裡，國王不是最高的，皇帝也不是最高的，法律也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上帝。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權力之上還有審判，國家之上還有真理，人之上還有更高的秩序。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明結構，因為它讓權力完全無法自我神聖化。但在缺少超越性的文化裡，人們首先問的是能不能改，改了會不會亂，誰來承擔後果，是不是暫時先忍一忍。這意味着正義問題經常被穩定問題吞掉，原則問題經常被現實問題吞掉。中國文化需要引入理性主義、科學精神和健全的信仰體系，讓精神世界從偶像和迷信中解放出來，面向真理，而非鬼神。在那個基督教文明裡，即使國王也必須服從上帝。換句話說，權力之上還有更高的東西，這個東西叫超越性。可中國文化長期缺少這種結構，中國皇帝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道德中心。很多中國人一直到今天還會下意識地認為國家強大，個人就應該犧牲，穩定高於自由，集體高於個人。但現代文明真正偉大的地方恰恰在於，他承認權力必須被懷疑。利瑪竇來到中國時，其實非常希望中國能夠接受一種新的文明結構，不是皇帝之上，而是真理之上；不是权力之上，而是人格之上。可惜，中國士大夫最終並沒有真正接受這一點，因為這會動搖整個儒家權力結構的精神基礎。於是後來，傳教士逐漸遭到排斥，中國文化系統再一次向文明關閉了大門，而代價就是後來幾百年的衰落。所以，今天重讀利瑪窦《中國札記》，意義不在於看古代中國有多麼奇觀，而在於看今天的我們自己身上到底還浸泡着多少中國文化毒素的殘留。你會發現，很多問題並沒有因為時間過去而自動消失，它們只是換了形式。權力高於真理變成了標準答案高於事實，面子文化变成了社交中的高度表演化，壓制個體变成了你懂事一點，官本位变成了對編制、關係、平台的執念，缺少超越性變成了凡事先問能不能賺到錢，保住飯碗，而不是值不值得堅持。他們只是換了身現代的衣服，依然在我們的血液裡流淌。你會發現400年過去了，很多東西幾乎沒变，繼續扮演着我們現代生活中的隱形毒素。這些東西直到今天依然深深嵌在中國人的思維結構裡，甚至浸入到集體潛意識層面。真正的解讀不是單純罵幾句傳統，而是要看見我們很多看似自然、看似天經地義的東西，其實都只是某種文化結構長期塑造出來的習慣，而習慣是可以被打破的，結構也是可以被反思的。一個人只有先看見自己被什麼塑造了，他才有可能開始真正成為自己。
這也是利瑪竇中國札記最重要的價值，它不是讓我們自我陶醉，而是讓我們自我警醒，是讓我们意識到原来很多問題至今仍在。而真正的解读中國文化和邁向現代文明，從來不是更會粉飾自己，而是更敢於直面自己的病灶。所以解讀中國文化真正要解的是個人的反思與成長，是人格結構的問題。一個人如果從小被訓練成害怕權威，害怕獨立思考，害怕成為自己，那麼即使他離開中國，他依然浸泡在中國文化的毒素裡。真正的自由不只是離開某個地方，而是離開一種精神結構。只有當一個人給自己的原認知和潛意識殺毒時，他才會給自己帶來深刻的改變。好，感謝你聽到這裡。如果今天的內容讓你有所觸動，歡迎來評論區一起討論，告訴我你的想法。期待在下一本書中與你再相逢。